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每天坚持走路，血糖降到 5.0， 可信吗？60岁后血糖多少是正常？血糖高很愁人，意味着很多食物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吃了，还要担心以后变得更严重，一心想着赶紧把血糖降下来。听说坚持走路管用，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。一、走路真的能够降血糖吗？相信很多患者都有这样的疑问，因为走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作用。但是在糖尿病学杂志相关的权威研究中发现，糖尿病患者餐后走路半个小时，血糖下降 22%。 另外，意大利发布的指南建议，糖尿病患者长期走路锻炼对血糖、血压、心肺都有改善的作用，还能够提升代谢水平。2、每天坚持走路，老张的血糖降到了 5.0， 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老张今年60岁了，坚持走路已经好几年了。刚开始血糖是 12.0 毫摩每升，虽然吃药了，但是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所以血糖总是忽上忽下的。后来听医生说要多走路，于是自己就开始变着花样来走路，现在血糖保持的还不错。老张的体力还算不错，快步走没有觉得太累，而且他家离公园比较近，过2个红绿灯再拐个弯就到了，正好花费20分钟，身体微微发热，但是没有流汗，可以继续接下来的锻炼。进入公园后，老张会挑选一个人少的地方练习倒着走。刚开始不太适应，总是忍不住转身看，现在已经很熟练了，走上10几分钟也没有问题。倒退走和正向走不一样，可以缓解腰椎的疼痛，还能改变双脚落地的方式，从脚尖落地变为脚跟落地，而且为了维持重心，身体会下意识地挺直腰背，绷紧肌肉，帮助改善弯腰驼背。单纯的走路可能会觉得没意思，大家可以拍拍手，拍一拍肩膀和臂弯，前后交替的拍手，跟着拍手的节奏往前走，也可以高举手臂上下活动一下，有助于缓解颈椎和肩关节的酸痛。老张给自己定的要求不多，每天6000步，既不会太累，也不会伤膝盖，走完回家晚上睡觉都变好了。就这样，他的血糖慢慢的降下来，直到回到了安全线以下。另外，老张也想给大家4个忠告：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每天都要坚持。糖友们如果想降糖，必须长期的坚持，断断续续的走，经常偷懒，效果肯定会减弱。只要身体良好，那就每天都要坚持。偶尔累了不舒服了可以休息，但是不要超过3天，在累和不累之间找到平衡点。2条腿抬不起来，恨不得躺着不想动，说明运动过头了；而一点汗没有，脸不红气不喘也不行，说明没有锻炼到位。每天结束后有点累，但是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恢复，不会影响第2天的锻炼，这种程度就刚刚好。饭后休息一会儿再走，效果更好。很多人餐后血糖不达标，特别是在饮食失控的时候，血糖升得很高，选择在饭后走路降糖效果更好。养成规律后，餐后血糖就不容易升高，多余的热量在走路过程中就能够被消耗掉。但是要注意，等候1个小时，肠胃没有那么撑了再走，以防胃下垂。再有就是别忘了经常测血糖，每天走路不是万能的，不要以为上了保险锁自己就可以放心了，还是要定期的检测一下，看看自己的血糖有没有变化，也是验收成果，这样可以给自己动力，更加卖力的进行锻炼。2、老年人有自己的血糖标准，按照正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没有错，但是也要和患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标。如果老人病史较短，没有其他的疾病，标准可以按照血糖 6.1 毫摩每升，糖化小于 6.5% 的要求来。如果老人病史较长，年龄较大，还有其他的疾病，要求可适当的放松。但是要注意，
血糖太高了，对各个器官的危害很大。如果发现皮肤异常的瘙痒、皮肤溃烂坏死、经常的胸闷头晕等，就要注意检查，尽快的降低血糖，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。3. 改变3个饮食习惯，血糖也会有变化。1. 改掉先吃主食的坏习惯。不管主食吃的是米面还是窝窝馒头，都要记住，主食放在最后吃，在饥饿状态下第一步吃肉菜汤，等到吃的差不多了，最后再来吃主食。用这样的方式进食，血糖上升的速度会减缓，还不容易饥饿。2016年意大利的一项研究，20名2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2组，2组进食同样的食物，其中一组做了进餐顺序的调整，先吃蛋白质和脂肪，再吃碳水化合物类的主食。8周后做了进餐顺序调整的患者，5晚餐后的血糖分别降低了 1.8 毫摩每升和 1.0 毫摩每升。2017年国内的一项研究，226名2型糖尿病患者在原有的饮食内容上的基础上，再做进餐顺序的指导，即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质或者是脂肪，最后再吃碳水化合物。3个月后，患者的早餐、午餐以及晚餐后的血糖分别较之前降低了 10.8%、3.4% 和 11.9%。类似实验还有很多，包括对1型糖尿病患者、糖尿病前期患者的实验结果均显示出，按顺序吃饭，餐后血糖更佳。2. 改掉快速吃饭的坏习惯。吃饭快意味着吃的分量更多，接收我饱了的信号也会延迟，最后等你放下筷子，其实已经吃撑了。而且老年人的运动量比较少，不足以把这些能量消耗掉，最后就容易发胖，血糖蹭蹭上涨，所以还是吃慢一点为好。3. 改掉早餐喝粥的坏习惯。很多患者为了图个方便，会把前一天的米饭加点水来煮成粥，还觉得它养胃。其实它养胃的作用很有限，仅适用于少部分胃病的患者。但是对于糖友来说，如果胃还可以，建议吃杂粮饭，里面再加一点花生、核桃、豆子、黑米，吃起来更健康。运动治疗不是不可信，但是要坚持，除了运动，也要在其他方面做到位。该吃药要吃药，还要检测血糖。相信其他糖友经过努力，也能像老张那样把血糖降下来，还能够收获运动的快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下期见。